山河远阔，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欢迎收听悠然心语。女士，这是您点的冰美式。谢谢。这束花是邻座的先生送给您的，他让我替他告诉您，感谢您的美貌，为他带来这一整天的好心情。我扭头朝侧边看去，一个打扮斯文优雅的男人朝我微微一笑，我嘴唇一勾，也回以一个笑容。不管怎么说，被人夸赞外貌总是令人开心的。我转头看向窗边玻璃中自己的倒影，海藻般的卷发，精致的妆容，凹凸有致的身材，价值不菲的事物，任谁都猜不到，半年前的我还只是一个臃肿肥胖、邋里邋遢、带着2个孩子的家庭妇女吧。抿了一口咖啡，我惬意地看起了手上的报纸。虽然这年头手机十分便捷，几乎什么消息都能一下子查得到，但在街角的书报亭看到这份报纸时，我还是没忍住驻足买了下来。因为这份报纸上的头版照片赫然是2个我的老熟人，我的前夫和他公司的女总裁，也是他的现任妻子。照片上的2人完全不见往昔的意气风发，满脸狼狈地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这个结局早在半年前我撮合他们俩在一起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妈妈，我肚子饿了，我要吃呱呱。5岁儿子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安安乖，等妈妈给妹妹换好尿布就去帮你切瓜。厨房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突然一声脆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打翻了一样，随后便传来了儿子响亮的哭声。我连忙想去看孩子有没有被伤到，结果不知是否被哭声感染了，床上的小女儿也开始哇哇大哭。尿布还没换好，她就又尿了一床。正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又传来。503住户，你们家这个月水电还没交呢，再不交的话就要直接断掉了。鸡飞狗跳，一地鸡毛。而另一边，客厅里却传来激烈的敲键盘声。我抄，你傻逼是吧？有人投你不收？刚刚那一下要是换我上，早就把他干掉了。妈的猪队友！我的太阳穴突突的痛，但还是深吸一口气，先站起身拉开房门，挤出谄媚的笑意，对着门外的人说，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给忘了，下午我一定补上。然后走进厨房检查孩子是否受伤。在安抚完儿子，又走回卧室给女儿重新换上尿布后，开始收拾脏了的床单。自始至终，客厅里吵闹的游戏声、骂声都没有停下来过。收拾好一切之后，我忍无可忍，走到客厅，一把拔下了电脑主机的电源。沈正成，你能不能上进一点？不要天天窝在家里玩游戏了。我和你结婚3年了，你自己说，你为这个家里挣过1分钱吗？我生完小宝后1分钱收入都没有，现在我们娘仨都要被饿死了。你呢？你倒好，还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你这人真的一点心都没有的吗？我滔滔不绝地骂着，发泄着自己的愤怒。沈正成的脸上却一丝愧意都没有，反而嬉皮笑脸地说，这不是你还在坐月子，我放心不下你，这才没有去找工作吗？少拿这个当挡箭牌，我坐月子以来，你有给我端过一口水，给小宝换过哪怕一片尿布吗？沈正成，我告诉你，这个月你要是再不出去工作，我们就离婚。甩下这句话，我气呼呼地回到了卧室。
刚在床上坐下，闺蜜周静就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贤贤，这周末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你要过来吗？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只能苦笑。我倒是想去，可2个孩子在家，没有人照顾怎么办？更何况，我扭头看向房中的穿衣镜，里面的女人一头鸡窝一样的乱发，由于睡眠不足，眼眶下有着浓浓的黑眼圈，皮肤发黄，唇角干裂，再加上生育导致的身材严重变形，怎么看都是一副憔悴的中年妇女模样。谁能想到，就在3年前，我还是大学里追求着无数的系花泥。我不是不想去见见那些老同学们，而是根本不敢让他们看到这样一个我。我这周末有事就不去了。犹豫了片刻，我又敲下了一行字：静静，你能先借我一点钱吗？我最近经济有点转不开，等我之后有钱了立刻还给你。虽然隔着手机屏幕，但我的脸还是涨得通红，感觉自己像一个伸手要饭的乞丐一般。幸好周静没有多问，而是立刻打了一笔钱过来，就当是给我小侄女的见面礼。她说，还有一件事。我强忍住心中的羞愧，继续说道，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老公找个工作？结束了和周静的对话，我空虚地瘫倒在床上，刷起了朋友圈。周静前几天刚发了她出国旅行时拍的照，照片里她青春靓丽，充满生机，眼睛里全部都是快乐和对生活的热情。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的。我就读的是国内知名大学，家境优渥，长相又出众，说是天之娇女也不为过。然而大3的时候，我遇到了沈正成。虽然他家境普通，学历也只是普通的2本，但因为长相帅气，加上很会花言巧语，没有过任何恋爱经验的我，很快就被他迷住，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和他在一起。后面更是为了和他结婚，断绝了和家里人的关系。然而婚后，他就开始原形毕露了。毕业后，我找了份收入颇丰的工作，而他就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我的供养，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打游戏。在怀上2胎时，我被公司找借口辞退了，那之后就一直很难找到工作，只能靠着以前的一点积蓄度日。如今更是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我只能抛下尊严，去向以前的好友求助，让他帮忙为赵正成找份工作。当初我和赵正成在一起的时候，周静就极力反对，但现在或许是为了顾全我最后的颜面，他没有多问，很快发来了一份外贸公司业务员的工作。沈正成口才不错，做销售跑业务或许很适合他。我叔叔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会让他帮忙多照顾着一点的。周静说，谢谢你，小静。曾经我还因为他劝我和沈正成分手，和他有了局语，但现在我总算明白当初的自己有多愚蠢了，居然为了那样一个一文不值的男人而跟自己最好的朋友闹别扭。没什么，我们之间说什么谢不谢的。但是贤贤，你真的不考虑和他离婚吗？周静的质问让我愣在了原地。我何尝不想离婚？但是现在我和2个孩子住的房子是沈正成家里出的首付，虽然装修费用和后续的还贷都是我出的钱，但房产证上并没有我的名字。如果离婚了，我和2个孩子恐怕就得睡大街了。就算周静愿意暂时收留我，
我也不好意思带着2个孩子一直叨扰人家。如果我能有一笔钱的话，就这样，沈正成被我逼着开始上班赚钱了。虽然他一开始还心不甘情不愿的，但周静果然没说错，他确实有一副好口才，天生适合做销售的工作。外貌极佳，谈吐幽默风趣，让人如沐春风。他现在只是把当年用来骗我的那些技能用在了客户身上而已。不到2个月，沈正成的工资就一涨再涨，整个人看起来意气风发，在家里也开始拿捏起一副一家之主的派头来了。这天夜里，他和往常一样，和客户应酬，喝到半夜醉醺醺的才回来。你动静小一点，2个孩子都睡了，别把他们吵醒了。我走到客厅，把事先准备好的醒酒茶拿出来。我跟你说，沈正成喝的说话都有些大舌头，下个月我就要升职了。最年轻的部门经理，后面又是叽里呱啦一通听不太清的话。下个月就升职成经理。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觉得奇怪。毕竟他才刚入职没多久，就算业绩再好，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升到部门经理吧？一定是喝醉了说梦话呢，我断定。然而，在伸手帮他将外套脱下来时，我却愣住了。胸前的白衬衣上，赫然有一枚红色的唇印，耀武扬威般地彰显着自己的存在感。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过了好几分钟，脑海中才终于浮现出出轨2个字。我双手都在颤抖，死死克制住自己，不一巴掌把醉得像头死猪的沈正成直接扇醒。冷静，冷静，一定要冷静！我用力地做了几个深呼吸，终于将气顺了下来。没错，我没有必要生气的。如果能够切实地掌握到沈正成出轨的证据的话，说不定我就可以让他净身出户了。我对他的感情早就已经在这3年里被消磨一空了，是以在最初的愤怒过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言的喜悦涌上心头。这是我的机会。我趁着沈正成醉得不省人事，在他身上仔细翻找了起来，最后终于在裤子口袋的位置找到了一根红棕色微卷的长发。我小心翼翼地将头发收起来，掏出手机，再次给周静发了条消息：小静，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件事？我把印了口红的衬衫和头发都收了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第2天，沈正成醒来后，意气风发地对我说：老婆，我就要升职了，老板说下个月就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煮粥的手一顿，没想到昨天说的居然不是梦话。怎么升得那么快？你不是刚进公司没多久吗？我问。还能是为什么？当然是你老公我能力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嬉皮笑脸道。是吗？我想起昨晚的那枚唇印，隐隐觉得2者间应该存在着某种联系。沈正成出门上班后不久，周静总算回了我的消息：贤贤，你让我查的事情我查到了。沈正成的公司里，红棕色卷发的女人只有一个，他们公司副总裁叶令雅。周静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看上去40出头，体型微胖，化着很浓的妆，一头红棕色大波浪，头发的长度、颜色和我昨晚找到的头发高度相似。怪不得沈正成能这么快升部门经理。
原来是有贵人相助啊！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心里已经认定，沈正成和这个女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不过嘛，这种事情最好还是亲自求证一下，一来证据越多，对我越有利；二来我也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女人是在知道沈正成有家室的情况下，还和他勾搭不清，又或者是单纯被沈正成欺骗了。至于求证的方式很简单，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要我亲自走一趟就行了。我走进厨房，做了几道菜，放进便当盒里，又久违地穿上裙子，给自己化了个淡妆。11点整，我叫了辆车，开向了沈正成所在的公司。老公，我来给你送饭了。我露出一个甜美贤淑的笑容，将手里的便当递给了沈正成。那一瞬间，他脸上露出的表情不是喜悦，而是一丝窘迫和恼怒。你没事来找我干嘛？跟你说了，我现在工作很忙的，不要来打扰我。他压低声音说道。这不是你今天早上说你快升职了，然后我意识到以后我要更努力地做好贤内助的工作，替你分担吗？我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违心话。以后没事别随随便便来我公司找我。沈正成有些嫌弃地看着我臃肿的腰围，你现在这个样子，被我同事看到，只会给我丢脸。袖子下，我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当初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都没有嫌弃过他，而现在他反而嫌我给他丢人了。就在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走过来，小沈，叶总有事找你，让你现在立刻去他办公室。我注意到，在听到叶总2个字的时候，沈正成的眼神有些闪烁，而他周围同事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奇怪。好，我马上去。他对着那个人点点头，然后又转向我。我上司找我有事，你自己先回去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叶总，说起来，周静上午告诉我的那个女人的名字，似乎就叫叶令雅。我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直接坐在了沈正成的位置上，静静地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会出来。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后，沈正成同事的一个小姑娘似乎有些看不下去了，朝我走过来。大姐，你别等了。小姑娘说，我刚刚经过叶总办公室，看见他们2个人正一起吃午饭呢。你还是先离开吧。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丝丝怜悯。好，谢谢你。我说。在知道我给沈正成带了便当后，便立马把人叫走，一起吃午餐。这么赤裸裸的示威行为，那个叫叶令雅的女人果然来者不善。恐怕之前的那个口红印也是故意留下了吧。也好，这样我也不用手下留情了。走出公司，我的嘴角浮起了一抹冷笑。计划开始，就看我们谁能笑到最后吧。那天回到家后，我便开始了严苛的减肥护肤计划。一是沈正成那个嫌弃的眼神确实刺痛了我，既然已经下决心要脱离这个渣男，那我同时也要让自己变回曾经那个优秀的自己。二则是我需要以此来刺激一下那个叫叶令雅的女人。上次我送饭的经历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有很强的胜负心，特别享受羞辱他人，将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沈正成应该还只是个有些吸引力的年轻帅哥。但当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时，这种人的护食心就会大涨。
届时，为了打败我，赢得沈正成，他一定会做出许多不理智的事情来。至于赵正成的心理，我就更了如指掌了。他一方面享受富婆给他带来的各种红利，一方面又看不上叶令雅是个40几岁、年老色衰的中年女人。恐怕现在的他心里想的就是能捞一点是一点吧。但是事情可不会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基本每天只吃一些水果蔬菜，并且在家务照顾孩子之余，见缝插针地做了各种运动。1个多月后，我直接暴瘦了20斤，不仅身体轻盈了，皮肤也好了许多。稍微化个淡妆后，现在的我也算得上是眉清目秀的了。看着沈正成看向我的视线越发的满意，我知道计划可以进入下一步了。我重新开始每天去沈正成公司，给他送便当。一开始他还有些不满，但我强忍着内心的作呕撒娇道：“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好寂寞，就想多去看看你。上次你说我丢人，我就赶紧减肥，就是为了让你在同事面前有面子。我只是想和你一起吃午餐而已。”这番话满足了沈正成的大男子心理，于是他便同意了我每天中午可以过去给他送餐。我心里默默冷笑，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给你送餐，怎么刺激某个人呢？一开始过去送餐的时候，几乎每次叶令雅都会正好有事，让人把沈正成叫走，基本一叫都是1个中午。但我并不在意，而是言笑晏晏地将带来的食物全部分给沈正成的同事，装作深情款款地了解起他在公司里的日常，并十分贤惠地表示我家正成在公司里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多担待些。吃人嘴软，这些同事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渐渐的，就有些关于叶令雅的风言风语在公司里传出来了。每次都在人家老婆来的时候把人叫走，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就是都40几岁的人了，还老不正经。别说了，那个沈正成我看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你见过入职3个月就升部门经理的？啧，这瓜真有意思。在我计划开始前，就从周静那边得到了叶令雅的各种资料。虽然叶令雅现在是公司副总裁，但公司里的副总可不止他一个。据我所知，另一个姓周的副总就和他很不对付，两人一直是长期竞争关系。叶令雅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难免被对方抓到把柄。果然，没过多久，叶令雅就迫于谣言，不得不和沈正成保持了距离。不过我知道，这只是表象而已。肉永远是别人碗里的最香，人永远是得不到的最好。现在的叶令雅虽然表面上疏远了沈正成，但内心对他的占有欲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几天后，我终于等来了和叶令雅的正面交锋。虽然计划的第1步非常顺利，但我的目的可不是什么打倒小三、挽救婚姻。相反，我一直非常支持渣男小三天生一对，长长久久。因此，我正好心的极力撮合这两人，我要将他们原本各取所需的利益式关系变成真真正正的天造地设的一对。是以，当我终于和叶令雅面对面时，我知道计划是时候进入下一步了。只是我们见面的地方有些尴尬，沈正成公司的洗手间里。我补好口红，正打算走出去的时候，一个人挡在了洗手间门口。
先前周静给我看过照片，示意我一眼就认出眼前的人是叶令雅。然而，我佯装不认识的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阿姨，麻烦让一下。”在听到“阿姨”2个字的时候，叶令雅的脸出现了一瞬间的扭曲，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是沈正成的上司，这家公司的总裁叶令雅。他来者不善地说：“哦，原来是叶阿姨呀。”我和善地走上前，拉起她的手。正成在家里经常跟我提到您，说你老人家特别照顾他。我还说什么时候让他请您来我家吃饭呢。然后我又上下打量了他一圈，看您保养得这么好，一点都不像是50几岁的人。叶令雅今年年方43，在我和善礼貌的问候下，她的脸都绿了，索性装都懒得装，直接将我的手一把甩开。唐贤贤，你少在这边跟我装傻充愣。正成跟我说过，你就是一个什么本事也没有，就会靠在男人身上吸血的家庭主妇而已。他鄙夷地看着我，你能帮得上正成什么？要不是我，你以为他能这么快就当上部门经理？你真觉得自己配得上他？什么本事也没有，就会靠在男人身上吸血的家庭主妇。我抛弃自己的高学历，抛弃工作，在家里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评价。那一瞬间，我的双手牢牢地攥成拳头，指甲刺入手心。但很快我就又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那真是谢谢您对他的提拔了。我说，要不是有您，正成的工资也不会涨那么多，我也没有钱可以去做美容护肤了呢。我做作地伸手抚过面颊，毕竟我才26岁，还年轻，当然要趁着现在好好保养了。不然等到了40、50岁，就算化再浓的妆，都盖不住满脸皱纹了。眼看着叶令雅脸气到发绿，我严重怀疑再说下去她可能要直接动手打我了，这才闪身走出了洗手间。手伸进包里，我露出了一个得逞的笑容。刚刚在看到叶令雅的瞬间，我就立刻打开了手提包里的录音笔，将我们的对话内容完整地录了下来。那句要不是我，你以为他能这么快就当上部门经理？更是录得清清楚楚，一字不落。虽说靠关系上位这种事，在哪个公司都不少见，每个人也都心知肚明，但这都是不能摆在明面上的事情。一旦有了口实，就一定会被人拿来大做文章。比如和叶令雅一直不对付的那位周总，他要是拿到这个，一定会很开心吧。不过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尖钢是要用在利刃上的。在那次和叶令雅战略性会面过后，沈正成工作变得越发繁忙起来了。几乎每天他都要应酬到凌晨1、2点，才带着一身酒气醉醺醺的回家。并且我不止一次地在他衣服上看到叶令雅故意留下的唇印。对此，我只想说，他急了，他急了，他急了。而这正中我下怀，我全部当作没看到，每天照常去给沈正成送饭，时不时恶心一把叶令雅。回家后，除了照顾孩子，便是继续减肥护肤。没过多久，沈正成就一脸为难地对我说：“老婆，你以后还是少给我送饭了，被我公司领导看到不好。”公司领导，想必就是叶令雅吧。昨天晚上我偷偷翻沈正成的聊天记录，叶令雅已经对他直接摊牌，如果再让他在公司看到我，那沈正成这个部门经理也就别当了。
也罢，是时候让他尝点甜头了。我点点头，微笑着说了句好。毕竟天天送饭，我也觉得累了呢。更何况计划的下一步本就不需要我亲自出手，沈正成就会帮我做好。由于叶令雅的威胁，让沈正成久违地体会到了危机感。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使尽浑身解数地拼命讨好对方，而叶令雅则是自以为解决了我这个敌人，沉浸在了胜利者的喜悦之中，两人的感情越发升温。我表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地里却一直在偷偷翻看沈正成的手机，掌握两人的交往进度。蛰伏了2个多礼拜，我下了判断，现在正是两人最如胶似漆的时候，可以出手了。这一天，我换上了一条新买的昂贵的裙子，又精心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料理。沈正成回家的时候有些吃惊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忽然这么大阵势？”你猜？我神秘一笑：“结婚纪念日？好像不是。难道是你生日？还是孩子生日？都错。”我说：“我这几天联系了我父母，自从我们结婚后，他们就和我断绝了关系。但是我想，现在我有了2个孩子，他们也该原谅我了。”就抱着大宝和小宝上门去了。我爸妈的性格你也知道，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看到2个小孩后，他们心都化了，很快就原谅了我当初的莽撞。在知道我们家现在条件不是很好后，就说要把市中心的2套大房子转到我这边，然后过一段时间，新公司的经济运转过来后，再往我账上打200万。这些话全是我编造的，实际上现在的我根本没有脸去面对自己的父母。但我家境殷实，沈正成是知道的，否则当初他也不会使尽浑身解数地接近我。是以当我搬出这套说辞后，沈正成欣喜若狂，直接抱起我转了好几圈。老婆，我们什么时候能搬进市中心的房子啊？沈正成抑制不住贪婪的笑容。手续什么的很麻烦的，而且我爸妈那边的意思是，他们出钱再重新装修一下，再耐心等个3、4个月吧。我说，毕竟用不到3、4个月，我的计划就能完成了。哦，对了，我又补充道，我今天还和周静见面了，让他去帮忙跟他那个叔叔说说，看能不能再升一升你的职位。到时候你去见我父母，他们看到你这么年轻有为，肯定也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老婆，沈正成一把将我抱在怀里，一脸感动道：“娶了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没什么，只要你能消化得了这份幸运就好。沈正成的心里我拿捏得明明白白，他根本看不上人老色衰的叶令雅，却贪图他的金钱，舍不得断开和对方的联系。但如果我忽然也变得很有钱，且能帮助他升职的话，那叶令雅的存在就可有可无了。我使出了最后一步攻势，给完甜头，是时候扇巴掌了。正成，我说，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很久了。你说。沈正成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我。前几天我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你身上有一枚口红印，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找女人了？这话一出，沈正成脸色立刻变得煞白。接下来他各自赌咒发誓，说那只是去接一名女客户的时候不小心沾上的，他绝对是清清白白的。我用一种看猴戏的心态看着他的表演，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好吧，
我相信你。我假惺惺地说，你可千万不要背叛我，不然就算我原谅你，我爸妈也不会原谅你的。相信为了得到那根本不存在的2栋大房子和200万转账，沈正成很快就会和叶令雅划清界限。而正处于最浓情蜜意阶段的叶令雅，忽然没有任何防备的被抛入谷底，又会怎么做呢？真是令人期待。3天后，一个陌生人加了我的微信。我把微信头像放大再放大后，终于从头像中高 P 的人脸里找出了一丝丝叶令雅五官的痕迹。点下通过好友申请后，一条消息立刻发到了我手机里：给你100万，和你老公离婚。显然叶令雅这次是真的急了，居然打算直接花钱让我和沈正成离婚。这倒完全在我意料之外，毕竟我原计划里想要的也只是让沈正成净身出户，外加给叶令雅一些小教训而已。不过白给的钱为什么不要？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欣喜若狂。100万足够我和沈正成离婚，自己抚养2个孩子了。100万怎么给？现金、转账还是支票？就在这句话要发送出去的前1秒，我的指尖忽然一顿。冷静，冷静，怎么能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倒？我的计划可是还差了最后一步呢。我将原本的内容一字一字删掉，很快输入了另一行文字：正成家里忽然拆迁，赔了2套房，还有整整200万的款子呢。100万，你打发叫花子呢？我知道沈正成这人生性爱嘚瑟，房和钱的事情他肯定会有意无意地向周围的人透露。不过出于大男子主义，他肯定不会让人知道这钱是来自老婆娘家的赞助，只会想办法让周围的人觉得是他自己走了大运，要发财了。这番说法，叶令雅绝对不会起疑。果然，很快他又发来了一条消息：300万，一口价。定金我可以先给你200万，等拿到离婚证之后，剩下的100万就会打到你账户里。叶令雅的大手笔倒真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他已经被沈正成迷到这种地步了。冷静，这是敌人的糖衣炮弹，我再次对自己说。不对呀，冷静个屁，那可是300万啊！我双手微微发颤，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脸上的笑容，发了2个字过去：成交。不过叶令雅的300万我要拿，沈正成的房子我也要。因为害怕叶令雅使手段，在事后把钱讨回去，我让周静帮我请了个靠谱的律师，将这件事全权委托给他。1周后，200万定金果然打到了我的银行账户里。我这人很有契约精神，既然钱到手了，那么离婚的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这天晚上，沈正成回到家，看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抹眼泪的我。老婆，你这是怎么了？自从我胡诌出那不存在的房子和200万后，沈正成就一直对我倍加关怀。我没事，就是刚刚看了篇小说，被里面的故事感动哭了。我故意装出一脸慌乱的样子。对了，你吃过了吗？我现在去给你热一下饭菜。吃饭的时候，我又装作不经意地问：正成，我们家账上还有多少钱呢？怎么了？你忽然问这个干嘛？就是我上次不是跟你提过我爸妈新公司的事情吗？最近新公司资金有点运转不过来，我想说看看咱们能不能帮一点忙。
我一脸心虚地说。沈正成一下子警惕了起来。没多少钱了，他说，岳父岳母那边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的忽然缺钱了？没什么，没什么。我欲盖弥彰地掩饰道，就是小问题而已，我随便问问的。对了，我有事情要出去一趟，你自己先吃吧。说着，我便走进卧室换起了衣服。等我走出来后，发现放在客厅桌子上的手机有轻微被人移动过的痕迹。沈正成果然查了我的手机，我唇角微微勾起。那想必他应该也看到了10几条网贷平台发来的讨债消息了吧？当然，那些其实都是我让人故意伪造的假消息，为的就是让沈正成以为我家里破产了，我为了替家里还钱欠了不少网贷。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知道我家破产且负债累累后，沈正成会怎么做，我不用想都能猜得出来。果然，没2天，沈正成就以工作忙为借口，又开始整天的不回家了。而且即使回家，也会找各自借口挑刺，故意和我吵架。在经历后10几次争吵后，我一脸憔悴地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我过了的话，我们就离婚吧，日子一直这样下去也没意思，对孩子影响也不好。沈正成眼睛一亮，我知道他这段时间的挑刺，为的就是让我主动提出离婚。但我又何尝不是？大家都是演员，不过各凭演技罢了。2个孩子我肯定是要带走的。我说，我知道沈正成最近又开始和叶令雅打得火热，并且隐隐有和对方结婚的打算。这2个孩子对于沈正成来说，就是他改嫁给叶令雅的拖油瓶，能甩掉他们俩，他高兴还来不及，不可能和我抢抚养权的。还有，我继续说道，我也不指望你以后每个月给小孩打抚养费，但是相应的，这套房子你必须留给我们母子3人，并且家里现在账户里的钱我也要带走。只要他能攀上叶令雅的高枝，这些钱和房子早晚都能挣回来。但沈正成脸上还是出现了肉疼的表情，显然他还有些犹豫。你要是不答应的话，这婚就别离了。而且我之后每天都会去你公司闹。我继续道，如果我天天去闹，惹得叶令雅不开心了，那她的如意算盘可能就要打空了。沈正成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一咬牙点了点头，成交。1周后，我签下了和沈正成的离婚协议书，抚养权、房产、家里的所有现钱都被我带走，沈正成几乎等于净身出户。而没过几天，叶令雅承诺的剩下100万也顺利打到了我的账上，300多万加1套房子，足够我和2个孩子过上很好的生活了。且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坚持减肥和护肤，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我之前的容貌，再也看不出之前那个臃肿颓废的家庭主妇模样了。处理完各种琐事后，我意气风发地带着2个孩子，又约了周静出门逛街，和朋友逛逛衣服鞋子，喝喝茶，聊聊天。这样简单而又闲适的生活，我已经多久没有过了。小静，多亏了你的帮忙，不然我的计划也不可能那么顺利。我发自内心的感谢道。都说了，我们之间用不着那么客气。看到我脱离苦海，周静也非常高兴。说起来，我真没想到你不但能让沈正成净身出户，
还能从叶令雅那里要来300万。叶令雅那300万对我来说也是意外之喜。我耸耸肩，本来我的计划只是撮合这两渣男贱女，然后让沈正成为了和他在一起，主动让出房子和财产，再顺便恶心恶心叶令雅。谁知道叶令雅出手居然那么大气，直接给了300万。不要白不要嘛。我说，本来我录了他承认动用私权，让沈正成靠走关系上位的音频文件，打算等我和沈正成离婚后，就把这段录音送给叶令雅的死对头。不过看在300万的份上，我就大发慈悲地放他们一马好了。我说，你放不放他们一马已经不重要了，这两人很快就要倒大霉了。周静幸灾乐祸地笑道：啊，怎么回事？细说。给你的那300万已经几乎掏空了叶令雅这几年的积蓄。沈正成跟你离婚后，光速和他再婚，结果发现叶令雅几乎已经是个空壳子了，能不天天和他闹吗？我目瞪口呆，没想到叶令雅居然如此痴情，为了这么一个垃圾堆里捡来的男人，不惜倾家荡产。然后叶令雅为了让沈正成满意，两口子貌似挪用了公司的公款，他们公司现在正在调查呢。这些都是我叔叔给我讲的内部消息，至于调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就不好说了。啧，我摇了摇头，这两人可真有意思。但这和我这个有房有钱又有颜的快乐小富婆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了，贤，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周静忽然一本正经地坐直了身体。你说。其实帮你调查叶令雅，还有找律师的人都不是我。他说。我一愣，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我？其实叔叔阿姨这些年一直默默关心着你，只是他们脾气犟，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说，就总是通过我来了解你的情况。在知道你生了2个孩子，过得一点都不好之后，叔叔阿姨一直很后悔当初没能劝阻你不要嫁给那个渣男。这些事情都是他们一直默默在背后帮忙的。贤，周静认真地看着我说，事情既然全都结束了，那就带着2个孩子回家看看吧。我拼命地点着头，泪水不住从眼眶滚落。尾声那之后，叶令雅联系过我，想要回那笔钱，甚至还起诉了我。不过由于一开始我就留了心眼，请了专业的律师，叶令雅最终还是败诉了。而不久后，他和沈正成就因为私吞公款等多项罪名锒铛入狱了。不过那都与我无关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以及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又找了一份新的适合自己的工作，而没多久，家里的老母亲又心急火燎地给我安排了相亲。什么嘛，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我才不想又踏入另一段呢。虽然嘴上这么抱怨着，但我还是被母上大人赶出家门相亲了。百无聊赖地坐在咖啡馆里，我看了一眼手机，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了，对方怎么还不过来？不过话说，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用送花这么老套的方式搭讪呢。我看着刚才服务员送来的那束花，不由露出了笑容。刚刚那个人看上去一副斯斯文文、睿智精明的样子，没想到头脑那么古板，怎么会有这么老土的搭讪方式？我内心还在默默吐槽着，忽然一个人影坐到了我的对面。你好，
我叫谢明帆，是陈阿姨介绍来的。请问你是唐贤贤吗？我抬头看去，那张斯文俊秀的脸上，此时涨得通红。我低头看向手中的玫瑰，露出了一抹笑意。全文完。